大家好，我是小佳。两眼讲高铁，我来讲讲飞机。我前段时间坐飞机遇到一件事，就有个坐在应急出口的大姐，她要跟我换位置，我是没问题，但我曾经办值机的时候被拒绝过，所以我很礼貌的问那个空姐，我说，那个她让我坐在那里，可以吗？那个空姐说：“你先坐下。”然后转头跟大姐说：“你能不能再找找别人啊？”大姐说：“为什么不能找他？”空姐就上前去，在大姐耳边说悄悄话。我就看着两个人当着我的面议论我。讲完之后，那个大姐说：“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小伙子，我不知道你有病。”过了一会儿，空姐也来道歉，说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她嗓门这么大。我真的很委屈，我被拒绝很多次，坐在那个应急出口。我那天下了飞机，我就去查了飞机应急出口的旅客要求，有3点，朋友们。第一点呢是18到65周岁，这个我满足对吧？第二点叫智力健全。我应该不是因为这个被拒绝的吧？难道是我问的时候太傻了？我说，第3点叫做四肢健全灵活。朋友们，问题来了，如何定义灵活？我只是看起来没那么灵活而已。我也健身，我也有力气拉那个门，只不过拉得比较丑而已。但飞机要是真的出事啊，任何人都是想活吧，没有人说我要活得漂亮。那个百度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，他说飞机的应急出口是整架飞机逃生最快的位置。朋友们，这是个悖论，逃生最快的位置只留给所谓健全灵活的人。那我这种人怎么办？在远处等死吗？平时老是说什么老弱病残先走，没想到这个走是真的走啊！关键应急出口的那些人都不认真听，空姐在演示那个门怎么啦？所有人都是哦。你就感觉他们行为在说，只要今天老子在这里，谁都别想活着走出去。我觉得不应该这样，我觉得飞机的应急出口就应该给不健全的人坐，越不健全越好。然后飞机广播就这样说的：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今天飞机一共分为前后2个应急出口，一共坐了12个残障人士。下面是应急出口视频演示，所有人都会认真听。求生欲拉完。那12个人足足有22只手。当这12个人坐在应急出口，就所有人都想要个出口。当然，我也不能有一面之词。我其实享有很多特权，比如每次到机场办值机的时候，工作人员都会问我：“你是一个人坐飞机吗？”我很怕他下一句接一个：“那爸爸妈妈呢？”幸好没有，他只是在我行李箱上贴了个爱心优先行李的标签。有人见过吗？没有吧？只有我有。给大家科普一下，这个标签可以干嘛？就是当你飞机落地之后呢，你的行李箱会除了头等舱行李之外，第一个走出来。羡慕吧？但这也是个悖论，行李箱出来了。我还没出来，就这么点爱心全给行李箱啊！
这个世界谁懂啊？行李箱懂。我有时候我都羡慕那个行李箱，真的，我很想把那个标签贴在我脸上。我从那个行李箱受待遇出来，真的啊，我不愿意去享受什么特殊待遇，包括每次到机场排队过安检，我都是正常排队的，除非人太多。我前几天从北京飞上海。整个首都机场都是人，我一看那个爱心通道，只有一个老人、一个小孩和一个妈妈，我就心动了。其实我主动走过去应该也没问题，对吧？但我这个人特别扭捏，我想被请过去。我就在那个工作人员面前走啊走，走啊走，他都没理我。我没想到有一天我健康成这样了。然后我就越走越严重，他看到我了，他说：“哎，过去吧。”朋友们，还没有结束，这种东西呢，做戏要做全套。我从进安检到出安检，全程表现得很严重。他说我包里有个充电宝，让我拿出来，我已经看到他脸上的愧疚了。我感觉是不是3C 认证已经不重要了？我反正是个好人认证啊，然后过完安检，我立马就正常了，给他吓一跳。我说你别怕，我这个病就是一阵一阵的。很莫名其妙，对不对？但这个世界就是很难懂啊！你想想，应急出口不让做，然后优先行李最后拿，我觉得就好像我的病是一阵一阵的，有的人给的爱心也是一阵一阵的。谢谢大家！大家好，我小夏。我这几年呢，养成了一个不良爱好，喝酒。对，当然我不是因为喝酒才这样的，好吧？我小脑健全的好吗？因为前段时间有个营销号拿着我的照片，然后说过量饮酒会导致脑瘫，而且那个照片还是我流口水的照片。我把它发给我的演员朋友，求他们别喝了，一个赛道容不下2个脑瘫。我是上大学才开始学会喝酒的，然后我舍友也夸我酒量真好，喝再多都跟平时一样。开什么玩笑？我喝多了比平时更灵活，好吗？我真的没有在搞笑，是这样。我这个呢是神经系统的疾病，然后喝多了酒精会麻痹神经。神经就会忘掉自己有病。我上次喝到一半，然后有个酒瓶从桌上掉下来，我2只手没接住，2只脚接住啊。只有神经病才知道里面的门道有多深。我朋友也惊呆了，他说：“你是不是再多喝点就能把病治好？”我第一次去酒吧是我舍友带我去的，我对酒吧是有刻板印象的。我刚进去还很紧张，总感觉里面的所有人都会打我。然后大概喝了一些酒之后呢，我就完全不知道什么事情了。我们隔壁那个大哥左手臂还缠着石膏，我喝了一些酒之后呢，就跑去跟大哥单挑喝酒。大哥说：“你干嘛的？”我说：“没看出来吗？老子练体育的。”大哥说：“你是不是被铅球砸成这样了？”这些事情呢，都是我舍友第2天告诉我的。他说这都不可怕，最可怕是我摸着大哥的石膏，说本来想跟你玩15-20的，现在只能15-15啦。大哥脸都黑了，
问我舍友我是不是在社会上被打成这样了。我爸年轻的时候也特别爱喝酒，喝多了就跟我妈吵架。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，他就是喝多了躺在我们村的村口睡觉。我从镇上回来经过的时候吓到了，回去跟我妈说村口好像死了个人。我妈说可能是你爸。我更震惊了，我说你怎么知道？她说一个小小的心愿。我说妈，别这样说，也太不吉利了。她说我是真的担心你爸喝酒会伤身体，而且我给他买了很多保险，受益人都写的是你的名字。从那之后，我跟我爸喝酒都不知道怎么说敬酒词，我不能说恭喜发财，感觉怪怪的，更不敢说爸走一个。现在我妈看到我有时候喝多也很后悔，她说早知道写自己的名字啊，老杨看起来能活得比你长。我那天看到一则资料说李白很多诗啊都是在喝酒时候写的，我就觉得他好会控制那个量啊，就喝酒了还能这么有逻辑。我在想他如果喝嗨了会怎么写？仰天大笑出门去，如何呢？又有整。我知道这个梗很尴尬，但是朋友们，你不觉得这样写更显得李白很洒脱吗？我今年年前的时候有个体检，医生说我身体有个酒精代谢酶，比别人还要好。说简单来说就是我很能喝。医生说你身体很好哦，外面看不出来而已。你就感觉上帝为我关上一扇门的同时，给我开了一箱酒。然后说喝吧，喝多了就能走直线。我这2年很少喝多了，我上次喝多是在上海街头跟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边走路边喝，然后喝到实在走不动，就躺在一个马路牙子。我突然理解了那年躺在村口的我爸，这次死了2个人。我很感慨，我觉得长大之后很多事情都变了，我就觉得很感慨。然后我看着我朋友，我说欲买桂花同载酒，终不是少年游。我朋友沉默，他说你说的对，我们去买点桂花酒吧。谢谢大家，各位辛苦了，我小佳。没想到会在爱奇艺看到我吧？腾讯也没想到，小佳跑得还挺快的。开个玩笑，主要呢是冲着一个男人来的，他叫黑灯。对，去年节目播出啊，很多人拿我的脱口秀跟黑灯的脱口秀做对比，你夸他就夸他，你干嘛骂我？你骂我只有我看得到。对吧？很多人说黑灯的脱口秀一点都不利用身体优势，而且讲得清楚，他讲话根本就没有问题啊，对吧？他一个他一个视障人士，在脱口秀舞台上讲脱口秀，那就是一个普通人。到底谁在利用身体优势？对吧？他有本事用眼睛讲话。其实我们2个关系很好，之前在一起录节目啊，我就拉着黑灯的手，一直走到一个观众的盲区，他把我手放开了，然后说可以了，然后一个箭步从2楼冲下来1楼，我都恍惚了，我以为我是那个瞎子。
哦，原来视力没问题，道德有问题。工作人员还跑上来说：“小佳老师要不要扶你？”我气死了，我说我看得到。他说：“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清楚。”今年呢还写了本书，然后节目播出之后应该都可以买得到了。我朋友说写这本书是为了骗钱吗？我说我要骗钱直接募捐不就好了，对吧？以我这种天赋，我甚至可以直接要。这本书写得很辛苦，不是说内容，而是说打字。都是我用一个手指一个手指敲出来的，知道的在写书，不知道以为在发电报，发的时候还触电了。我朋友说你可以试试语音识别文字啊，又不是没试过，识别不出来。我其实很喜欢写作，我中学时就是我们校报的主力干将。我当时专门负责写诗，而且只有我在写诗。如果那个月写不出来呢，就会找一些著名的诗人代替我。我跟老师说我写不出来，老师说没事，我让泰戈尔替你一下。泰戈尔也是没想到100年之后在中国当了平替。比起写书呢，我现在更害怕后面的签售，因为我写字很慢很难看，有时候演出完之后观众会让我写吐签，我就很有压力，关键要吐一堆。上次有个观众说：“小佳，你能不能写一个身体健康、工作顺利、一生平安？”我说：“你自己好好努力吧。”我保佑你好不好？我其实是左手写字的，又慢又难看，但已经很好了，因为右手更慢更难看。简单来说呢，我写字就是左手右手2个慢动作。所以易烊千玺演那个小小的我都是命中注定。哎，有人看过这部电影吗？看过是吧？很多人说我是这部电影的动作指导。所以我中学作文真的写不完，还很难看，就整篇文章整个每个字都超出考卷的那个格子，整篇文章都在努力的擦边。写妈妈的爱，爱得比谁都克制。老师还特别怕伤害我，给我评语都是文章很有特点，运用很多留白的技巧。而且当时写作，我觉得是简单很多，因为上学写作的时候会有那种万能公式嘛，就不管写什么话题，第一句话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我有个妈妈。哎，别人写可能是在乱编，但我写同学看了都很感动，说太好了，你妈妈终于回来认你了。而且为了凑字数，800字文章啊，有20句名人名言，感觉那些名人在我文章里做萝卜蹲游戏，你知道吗？孔子说，孔子说完，老子说，老子说，老子说完，老子还没写完。但现在写作就难很多，现在呢要求写书需要真实严谨。我前段时间书在审核的时候，有个句子说要写周启墨经常去公共场所观察生活，写错了，写成了周启墨经常去公共厕所观察生活。我一开始还没意识到，我的编辑说这样会不会让大家觉得周启墨是个偷窥狂？我说不会啊。他一直都是这样啊。这本书呢叫做《浮游直上》，它是一个关于成长的严肃文学。那为了让它显得更严肃一些呢，希望下次签售的时候
别让我吐签了，好不好？实在想要的话，你们写完，我给你们按手印。一个手指我比较习惯。最后呢，希望这本书和我的手印都可以戳到你们，谢谢各位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佳。我不会嘴瓢，因为我的嘴一直在瓢。准备好听第一笑话吗？我前阵子去了趟医院，然后看到一对儿女带着老人来看病，因为要不要带老人去养老院的问题，两个人就吵了起来。坐在椅子上，那个老人就特别可怜，说：“哎呀，死了算了。”儿子说：“你现在讲这种丧气话有什么用？”老人说：“不是，我说你们死了算了。”其实，在农村里，很多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，所以不得不把老人送到养老院。但是呢，在农村这件事情很容易被议论。我外婆决定去养老院的时候呢，隔壁那个长辈说：“你儿子女儿不要你了哦。”同样的，我爸妈去打工的时候，他也跟我说：“你爸爸妈妈不要你了哦。”你就感觉在他眼里这家老人小孩都没人要，他可以在村口说这家老人小孩没人要，有人要吗？便宜处，老人一诚心，小孩有破损。住养老院是我外婆决定的，她其实很先锋，她以前在厂里上班。然后每天到点了就会下班回家，然后领导开大会的时候，他会偷溜回去。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，他说他最讨厌一群人听台上一个人放。我说阿嬷很尴尬，我现在就是放的那个。他不太清楚我的工作具体是做什么的，甚至会跟我开玩笑说：“那个以后我争取死在周末，这样你工作日可以休丧假。”我的外婆想把我的周一到周五都变成 Sunday。后来呢，我去养老院看她的时候，真的觉得那里很舒服。非常舒服，三餐端到你面前，然后楼下有个大花园、大泳池。虽然我也不知道那个泳池是干什么的，总感觉是给老人的陷阱。但我真的觉得很舒服，我都想住。我说我能不能住养老院？那个工作人员说：“你应该去医院。”跟着我外婆同一间房子的同一个寝室，那个老太太、那个老奶奶有一些阿尔兹海默症，但我有时候很羡慕她，因为她做什么事都很快乐，看电视剧笑，看新闻笑，就看脱口秀不笑。连阿尔兹海默症的人都知道，现在的喜剧很无聊。朋友们，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不去养老院的原因还是因为养老院不够好玩。如果我们这代人住养老院，肯定会规划成我们想要的样子，对吧？到时候养老院不在什么深山老林，就在市中心，旁边就能买到蜜雪梦城，然后无聊也不用出门，刷刷老红书，玩老者荣耀。一边抢拉布布，一边拉裤裤。到时候女生宿舍对面就建一个健身房，然后老太太每天午休醒来就可以看对面帅哥健身，对吧？向往吧，对吧？你也不用害怕看腻。因为你老年痴呆，每天看都有新感觉。姐妹们，就是要这么不体面的老去。再不疯狂，我们就死了。
老头也别生了，老头也去健身房捡矿泉水瓶。我觉得未来的养老院如果这样做，一定是年轻人的天堂。对，是年轻人的天堂，而老年人的天堂就在天堂。我还蛮喜欢这个梗的，而且到时候我们也不担心孩子要不要我们，因为我们压根就没想过要孩子，对吧？而且我有个很神奇的发现，就是那天呢，养老院都是一群那种行动迟缓的老人。我那天一下车呢，迎面走来10几个人，都像小佳。他们一直在开口，就是小佳。早晚大家都会变成小佳的，祝福你们。有一个老人走着走着，假肢掉了，吓我一跳。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。我感觉以后啊，我在养老院肯定如鱼得水。因为我有60、70年迟缓的经验，当所有人变成小佳，小佳就是那个 leader。到时候那个走路太好的人呢，是要被孤立的。所有人把他围到墙角，说你怎么想去哪边就去哪边，你有没有点大局观啊？我等这一刻很久了。我到时候呢，在大厅里继续给大家讲笑话，看看今天把多少人笑死了。哎，我相信那时候无论说什么，都不会有人说这是我能听的吗？所有人都会鼓励你勇敢的大声说，因为大点声才听得到。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谢谢。不客气。我高中是在河北衡水中学上的。对，那是一个很卷的学校。有个同学卷到吃饭不到5分钟，动作非常快，感觉走的应急通道。这些同学吃饭就是去食堂买个包子，塞进嘴里，一边往回跑一边嚼。我没有把衡中学生妖魔化，因为没有哪个妖魔会这样折磨自己。我倒是觉得妖怪应该衡中化。你看《西游记》那些妖怪，他们但凡有一个能接受生吃唐僧肉。这些妖怪就应该抓到唐僧，就往嘴里塞，一边往回跑一边嚼。等孙悟空追上一看，说：“哟，师傅已经走了，那咋办？上会儿自习吧。”我当时在那个学校卷不过他们，每次考试都有很多题不会做，我就很焦虑，我爸也跟着焦虑。高考前夕，我接到我爸一个电话，问我准考证号、考场号、座位号，我当时都懵了。我说：“爸，你要替考啊？”我爸说：“不是，我去帮你拜菩萨，要提供你详细的个人信息。”你最后考试结果出来以后，不知道是我的原因还是菩萨的原因，就考上了北京大学。别急，往后听。那是我高中3年考的最好的一次，主要是我们那年高考数学题很难，听说河北省平均分才40多分，那年很多衡中学霸都考崩溃了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在一张卷子里面见过那么多不会做的题。我见过，简直是我的舒适区。那年考试心态很放松，学霸们没有经验，但我无他，为首数2。最后考得也比他们好，毕竟你说一群刚瞎的人，怎么可能比黑灯走得快呢？
最后我那年的高考总分正好是北大的本科批录取分数线，1分不少，1分不多。我很庆幸，我的努力不仅没有白费，哎，也没有浪费。不愧是北大，分数线定的真准，是不是偷偷估我分了？入学之前我就计划好了，大学我要好好放松放松，衡中太辛苦了，我要报复性摆烂，我要荒淫无度，每天早上睡到8点我再起床，我要带手机去教室，一到课间我就玩手机，一顿饭我要吃10分钟。我要坐着吃包子。入学以后，我室友说：“不愧是衡中的，大一就要考研呢。”但我很快就发现，就算真的努力也没有用。当时去的是英语系，里面大部分都是那种外国语学校的保送生，他们英语水平达到专业8级左右，听说读写样样精通，而我是一个小镇做题家 ，Little Town Homework Doer。每天英语系全英授课，老师同学们谈笑风生，我听不懂。我一个中国人，感觉自己在中国留学。拿查词典来说，同学们查都是那种牛津英文词典，用英语来解释英语。我试过，我查1个生词，蹦出来48个生词，我还得再查48个生词，我要查的单词数量指数型增长。用英文词典有一种道家的感觉，1生2，2生3，3生万物。我都恍惚，我说用的是牛津词典，它还是有道词典。挨个查词太麻烦了，所以我后来有看不懂的课文，我都直接拍照问夸克 ，AI 相机就能整页翻译，拍照问答、图表分析，样样在行。感觉比起我，夸克才更像一个北大学生。我也试过努力学习，但是基础差得太远了，实在是跟不上。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北大要把我这种差生招进来。我成绩是班里最差的，属于是那种比上不足，比下正是在下。每天都很焦虑，我都想，你说但凡有1个人成绩比我差呢，跟他一比我都没那么焦虑。想到这儿，我突然明白了，为什么北大要把我招进来。北大需要我，你说每天学习学给谁看的？就学给同学们看的。跟我一比，他们就不焦虑。木桶效应里面长板短板都不重要，一个木桶想盛水，你得有底下那块板。什么面子里子，我是北大的底子。这个世界我懂了，哪里都需要我们这种差生。现在学习压力那么大，就应该在每一个高校都投放差生，然后给我们发点工资，我们可以当全职差生，每天的工作就是学习，但是学不明白。然后去那些优等生面前抱怨说：“哎呦，这知识也太难了，这个世界谁懂啊？”我觉得这样不仅能够为那些社会的栋梁们在校园里提供情绪价值，还能够解决差生的就业问题。反正我们毕业也找不着工作，干脆不毕业，留校任差生。你们也别觉得差生这个活好干，我们得时刻注意着，千万不能学会了。毕竟我们不是傻子。日积月累，到个35岁左右，学了差不多了，成绩跟优等生一样了，被优化了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毕业了。35岁，我们差生从大学毕业了，优等生从大厂毕业了，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。好，掌声，谢谢大家。
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数。现在科技我就觉得现在科技发展的越来越高级了哈，就经常会让我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变低了。有一次我在商场上厕所，对着那个智能感应取纸机，捧着双手要了半天，我感觉我在向他乞讨啊，行行好吧，家里实在困难，没办法了才出来上厕所。你想用纸就得这样，感觉这不是普通的纸，这是服从性厕纸。不够用了还得再求他半天啊！对着一个智能取纸机3拜9叩的，我就在想，这将来 AI 肯定能统治人类吧？他在厕所就登基了，陛下快下旨吧！现在很多产品的控制方式都变得越来越智能，从按键到感应，甚至到语音，我就发现科技越先进，就越不想和人类接触，啊，感觉科技对人类很不耐烦，吧？你摁它一下，有话你就说，你动什么手啊？你跟他说个话，我好像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还有那个智能马桶，刚起来它就开始冲水，我感觉它很嫌弃我啊。我说啊，怎么了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呀？怎么科技跟我相处的越久，就跟我距离越来越远？所以 AI 会消失的，对吗？我觉得将来 AI 肯定有统治人类的能力，但它不见得会有统治人类的意愿。我觉得人类对 AI 有很多幻想啊，都是因为自恋。你看科幻作品里就那么几种剧情，对吧 ？AI 会服务人类，自恋；AI 会统治人类，自恋；AI 会统治人类，但最终会被人类打败，并继续服务人类。NPD。甚至有些科幻作品会开始幻想 AI 和人类谈恋爱。哎呦，普信人。我天天就是神仙要和我谈恋爱，鬼怪要和我谈恋爱，机器人也要和我谈恋爱。人类每幻想出一个更高级的物种，就开始想，哇，它好强大，好神秘啊，那它会不会喜欢我呢？神仙鬼怪 AI 瓜分3界，人类就在那儿呵呵处对象吗？而且你跟机器人这种硅基生命谈恋爱，你怎么和他说情话呢？啊，对着他那副机械躯体，你永远都是我的铁甲小宝。怎么说出一些付出生命的誓言呢？左手牵他火线，右手牵他零线，真是来电，我的龟龟。但不管神仙鬼怪还是机器人，他都有一个人形。也就是归根结底，人他还是喜欢人，对吧？白娘子她再厉害，她也得变成人形来谈情说爱，因为许仙他接受不了舌吻。好烂。所以 AI 它有了感情之后，它也不会喜欢人类，因为高级的物种它往往也拥有高级的审美，看不上低级的生物啊。你作为人，你也不会翻开书，山顶洞人，爱了爱了。做出了一个倒追祖宗的决定。阿祖好帅，越翻越心动啊，越翻越心动。霸王龙化石，我的crush。幽门螺旋杆菌，什么时候才能和你相濡以沫呢？这是君生我未生，我要不未生，我就遇见你了。AI 没有AI 它没有这些儿女情长，对吧？我觉得 AI 它更智慧、更文明，它也不会诞生统治这种邪恶的念头，对吧？只有人类喜欢划分阶级，机器人之间没有不分3、6、9等的，对吧？你能想象阿尔法狗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会对着酒店机器人说：“你个送外卖的。”看见擎天柱，你个跑长途的。在哆啦 A 梦底下评论：“你可真能装啊！”
对吧？而且我不知道他统治我会干嘛，对吧？我就是一个纯废物，对吧？我会的他都会，我不会的我都上网查，出来第一条 AI 回答。他问